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。我不是死了吗？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。我能说话了，我能说话了。知道你根本没拿。这里是20年前我没被毒哑时住的阁楼。这是我给苏菲写的第一首上榜金曲。我重生了。既然上一世你和孩子们都不在乎我，那这一世我只为自己而活，让你们付出代价。魏叔叔，这是妈妈专门给你做的，你快尝尝。魏叔叔，你要是我们爸爸就好了。说什么呢？菲菲，你今天真漂亮。秦风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跟浩然什么都没有。你这么着急跟我解释干嘛呀？你做贼心虚了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秦风，今天我喝了一点酒，我给你倒杯酒赔个不是。上一世我就是喝了这杯酒才被毒哑的。老子今天让你喝够！秦风，你疯了！菲菲，我没事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别怪秦风。浩然，你自责什么呀？是秦风，太小肚鸡肠了，一点男人的风度都没有。我亲眼看着别的男人亲我老婆，你还让我有风度？苏菲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刚刚魏叔叔都解释了，他是情不自禁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就是小气鬼，快为魏叔叔道歉。爽爽，瑶瑶，你别说了，秦风毕竟是你们父亲。这段时间是我打扰你们一家了。秦风，你放心，我这就走。魏叔叔，你不要走。浩然，我都说了，你别自责。再说了，刚才那也没什么的呀。秦风，快跟他道歉！道歉！秦霜、秦路遥，还有你，不认我了是吗？好，那你们3个就跟着魏浩然过去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之间彻底断亲。为何绚烂叫人扑空？为何爱我正与我牢笼？秦风，妈妈，爸爸他那么过分，他想走就让他走。就是，爸爸他无理取闹，明明一切都是他的错。浩然，你怎么了？肯定是爸爸刚才把酒泼到魏叔叔头上，害魏叔叔生病了。爸太坏了，臭爸爸！菲菲，我撑得住。浩然刚才赌气离开了，你和孩子们快去把他找回来。这明明都是他的错，你才是受害者呀！他想走就让他走，走，我送你去医院。
心的温存，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。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，不敢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。如果这是最后的一夜，在你离开之前，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？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，不敢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。如果这是最后的一，老天又给了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，这一世，我不会再为他们而活。蓝莓音乐节，我记得上一世，苏菲就是通过以蓝莓音乐节一鸣惊人，从而闯入了娱乐圈。这一世，我的嗓音与我一起重获新生，我也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站在舞台中央的不会再是他，而是浴火重生的我。满天的花雨纷乱落在耳际，你我沉默不回应。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，大家跟我一起唱好吗？哎，这位朋友，可以让大家听到你的声音吗？那些甜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。天哪，这确定放的不是原唱吗？唱的也太好了吧！滴滴落在回忆里，让我们距离叫做珍惜。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我的原创歌曲。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，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。唱得真好听！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，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。天好黑，风好冷，别说是时间把你忘肯定是来啥头的，不过他唱的也太好听了吧！难免出现裂缝，别说只有人一次放纵，而我却陷入了困境。我好累，我好疼，我情愿背负所有的罪，也不愿见你伤心落泪。我情愿忘掉所有的痛，再一次面对你无知的冲动。你爱不爱我？爱不爱我？我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爱不爱我？撕掉许允许我会好过。你爱不爱我？爱不爱我？唤醒自己，就不再难过。我挖到宝了，
秦风，秦风，我的咖啡跟水果呢？为什么没准备？今天怎么回事？菲菲姐，秦风一直都没去公司，爸爸真小气，肯定还在为昨天的事不高兴呢。他往魏叔叔头上倒酒，害魏叔叔生病，明明一切都是他的错，还好意思生气呢？切！菲菲，秦风昨晚离开到现在都没回来，要不然我去跟他道个歉吧。这一切都怪我。我都说了，这不怨你，我不过就说了他2句，他就学人家离家出走，我就不信他一辈子都不会。对，有本事就一辈子别回来了。这样的话，魏叔叔就可以做我们的新爸爸啦！耶，魏叔叔可以做我们新爸爸啦！你们两个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快写作业去！哎！菲菲，小孩子童言无忌，千万别当真。哎，过几天就是明日之星歌手大赛了，我需要一首新歌。哎，你帮我写的新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现在给我，我抓紧时间练一下。苏菲还不知道，之前我给她的歌稿都是秦风创作的，现在秦风不在，我拿什么给她？秦风说想学习一下，我就把歌稿给他了，他还没还给我。什么？你好，我是这次蓝莓音乐节的主办方 KK 集团的总裁姜岩，请问先生怎么称呼啊？秦风。你好，秦先生。哎，我想问你一下，刚刚你唱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呢？这首歌名叫《爱不爱我》，你没听过是应该的，因为那是我的原创，我还没有发布。什么？你是说刚刚这首巨好听的歌是你原创？对。天哪，我真的是捡到宝了！这么有才华的男人，我要是把他给签下了，那我 KK 娱乐岂不是要一飞冲天了？先生，这边请。好。江总，感谢您的好意，但是蓝莓音乐节的舞台太小了，我的目标在更大的舞台，所以很抱歉。哎，秦先生，明晚我将会邀请歌坛天后来捧场，如果你能得到她的青睐的话，你就有机会参加当下最火的音乐选秀节目《明日之星》。那就多谢江总了。不用谢，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。好，明年见。你不是不爱了他，只是有什么他没注意，怎么你闭口不语？是不是我正好说出你的心，就穷人还是在一旁，哪怕偏偏我也可以。今天这首原创歌比以前差远了。哎，别说了，出来了。这首怎么样？好，很好。还是和以前一样吧？啊，对对对。你觉得呢？很棒！下周的明日之星歌手大赛，你一定能凭着我给你创作的这首歌曲杀出重围，一举拿下金曲奖。可是我觉得还是差点意思。秦风其实对音乐挺敏感的，要是他在就好。路遥，你爸呢？让他赶紧过来。妈妈，爸爸好几天都没有回家啦！什么？几天都没回家了？秦风太过分了，好几天没回家了。等他消气了，应该就回来了。
对了，菲菲，在参加明日之星歌手大赛之前，你不是想举办一个个人演唱会吗？场地已经搭建好了，你如今当红女歌手的人气，演唱会那天一定会座无虚席的。但愿吧。如果没有新歌，明日之星大赛该怎么夺冠啊？今天给大家带来我的原创歌曲《出卖》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出卖什么呀？根本没听过，我要听你爱不爱我。对呀，宣传的不是说有很厉害的歌手吗？就这，根本没听说过。你赶快下台吧！下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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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爱我还好听，这家伙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。没想到这家伙实力竟然如此之强了，无论是歌词、作曲，还是嗓音条件，都堪称一流。静云，怎么样啊？我没有骗你。谢谢。哦，你好。菲菲姐，这次演唱会3000张席位，咱们只卖出去不到500张，不仅没有赚到钱，还亏了20万。以我的人气，不应该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
去查，一定要给我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啊，我没有灵感，我写不出来东西。我也一样啊。菲菲姐，演唱会的事情我已经查出来了。演唱会当天，原本我们的票都已经售空了，可后来听说蓝明音乐节上有个人唱歌很好听，观众们就纷纷退票，跑去听蓝明音乐节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菲菲，你看，就是这个家伙把咱们观众都抢走了。这个人怎么有点像爸爸？这侧脸看起来确实有点像秦风啊。不能吧？只有一张侧脸，这也看不清长相。你们肯定认错了，爸爸好吃懒做，一无是处，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好你个秦风啊，竟然敢拉黑我！菲菲，你别生气，不管谁离开你，我都会永远陪着你。虽然秦风把歌稿带走了，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找这位刚刚爆火的歌手，让他给我们写歌啊。就这么定了，利用公司一切权利，尽快跟他取得联系。是。喂，啊，先生您好，我是苏菲。竟然是苏菲，她怎么知道我的新号码？你有事吗？啊，我是想请你帮我写首歌，价格不是问题。看来她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那就再说吧。啊，好。菲菲，怎么样？那位蓝莓音乐节上爆火的歌手答应给你写歌了吗？对方说自己现在很忙，不过也没有直接拒绝，那就代表我们还有希望。那太好了。你好，秦风。这些天你都跑哪儿去了？我的歌呢？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知不知道这首歌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你的制作人不是魏浩然吗？他不是对你很重要吗？找他去，找我干嘛呀？我都说过很多次了，那就是个误会。我跟魏浩然之间清清白白的，真的什么都没有，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了？爸爸，你一个大男人的，还打算无理取闹到什么时候？妈都说了，魏叔只是他合作伙伴跟朋友而已，把你这么斤斤计较，不嫌丢人现眼吗？我无理取闹，我丢人现眼，你们眼里只有歌稿和魏浩然。爸也有血有肉呀，我也会委屈会难过呀。那天是我态度不好，我跟你道歉。不过你赶紧把那个歌稿给我吧，好不好？歌稿一直都放在我住的地下室，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，可他却没有找到。看来他对我的离开从来就没有过半分的留恋。你知不知道，没了歌稿，妈妈和魏叔叔都快着急死了。爸爸，你能不能别跟个小孩子一样胡闹了？今天你要是敢不把歌稿交给妈妈，从今往后我就不叫你爸爸了。不许你侮辱魏叔叔！没有。哎，秦风，我已经跟你示好道歉了，差不多得了吧？你什么时候跟我示好了？我怎么感觉到啊？不是你，好，
你这么绝情是吧？那我也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前几天在蓝莓音乐节上用一首出卖爆火全网的歌手，你知道吧？他呢已经答应帮我写歌了。我怎么不知道自己答应帮你写歌了呀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不信是吧？好，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我就是要让你知道，没有你，我一样能拿冠军，一样能拿第一。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什么情况？不是，竟然真的是你！没错，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前几天在蓝莓音乐节靠一首出卖爆火网络的歌手。既然你这么会写歌，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写啊？哈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一直在提防着我，对吧？我没给你写歌，我给你写了多少首歌了，只是你一直以为那是魏浩然写了罢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清风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他是谁啊？你们两个什么关系？怪不得爸爸你不回家呢，原来是背着妈妈去找其他女人了。妈妈这么在乎你，没想到爸你竟然是个渣男，你对得起妈妈，对得起我们一家吗？我现在的生活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清风，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们是谁呀？不想干。哎，清风，你，菲菲，我找到哥哥了。在哪儿找到的？在秦风住的地下室。竟然真的是秦风的笔记，那真的是他。菲菲，比赛马上要开始了，你先赶紧看看歌稿。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。
有请评审团打分。哇，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，竟然2个9分，1个9.5分。看来本场冠军金曲奖非苏菲小姐莫属了。现在请苏菲小姐下台消食休息。接下来我们有请另外一位选手登场。他要干什么？他也是来参加比赛的，开什么玩笑？他是我推荐来的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徐天浩，徐天浩，要开始了。接下来我要唱的歌曲叫《天后》。什么时候这么厉害啊？如果有一天爱不再迷惑，足够去看清所有。会这样？这怎么可能？秦风，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创作出这么好的歌曲？你在我的心中，将不再被歌颂。把你当作天后，我不会再是我。太好了，这位歌手演唱的《天后》真的是太动听了。哎呀，看来苏菲小姐的27.5的高分记录有望被打破呀！有请评审团打分。天哪，竟然全是满分！这可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满分得手啊！让我们把呐喊声送给秦风。秦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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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！徐天浩，秦风他赢了，我就知道他一定能行的。秦风，伴奏一响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今天没有人有资格跟他争冠军。秦风，你初出茅庐，凭什么一登场就能夺冠？我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，我不接受这种事情。魏叔叔，爸爸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？
他刚刚在舞台上唱的歌是你给他创作的吗？这还用问？肯定是爸爸盗取了魏叔叔和妈妈的歌稿，这种事又不他第一次做了。孩子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明日之星歌唱比赛到此正式结束。本场得分最高的选手是歌手秦风。秦风，秦风，秦风，秦风！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，恭喜秦风夺冠，荣获金曲大奖！秦风先生，希望你在以后的歌曲道路上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。等一等，等一等。魏浩然，他突然跳出来做什么？现在正是颁奖的关键时刻，你要捣什么乱？我认得他，他是苏菲的制作人。哎，我看你是不是觉得秦风赢了，心里不服气，所以故意捣乱是不是？不服气唱的比自己好就出来捣乱，真是够丢人的。输不起就回家多练练，别丢人了。干什么？快坐下。有一件事，我想告诉大家，秦风的这首歌其实是我写的。浩然到底怎么回事？秦风是抄了我的这首歌才夺冠的。这件事情我一直是不想说的，但我要是不说的话，我觉得会对某些选手不公平。没错，我可以作证，魏叔才是这首歌的创作人。我也可以作证，之前我还听过魏叔叔唱过这首歌。没想到我的孩子也会帮着一个外人诬陷我。原来是抄袭的，这就解释得通了嘛。是啊，如果他真这么有实力的话，早就出名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啊？我们不要抄袭的冠军，滚下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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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是这么回事吗？那之前的那2首歌，难道也是他剽窃别人的？徐天后，你不要听他的片面之词，在真相还没有确定之前，我们还是要相信秦风的。我也希望。秦风，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，竟然拿着魏浩然的歌来参赛，你根本不配站在这个舞台上。秦风，别怪我，只有你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菲菲才会彻底抛弃你，冠军只能属于他，而他永远只属于我。你不相信我，我再过多的解释都是多余的。所以，你承认自己是抄袭了？苏菲，要不然就算了吧。这首歌就算是我送给他，我实在是不想看见你们的感情因为一首歌再恶劣下去。不行，这首歌明明是你创作的，怎么能让他白占了便宜呢？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。你说，这首歌你到底是不是抄袭的？他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从来没有相信过我，哪怕一次。秦风先生，请你给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来证明你刚才唱的歌曲确实是属于你自己的，不然的话，我没办法给你颁这个奖。解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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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释。清者自清。这样的解释不足以服众啊。如果你要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，那么我就要宣布第2名苏菲女士夺冠。苏菲，恭喜你！虽然我的确无法解释，但我能证明。证明？大家不是觉得这首歌有争议吗？那好，我今天在现场原创一首没有争议的歌，这样你们就无话可说了吧？现场创作，我没有听错。这可是明日之星的大赛现场，他爸爸是疯了吧？什么？现场创作？秦风，你是疯了吧？真以为神曲是随便这种意思写出来的吗？秦风，你能不能别再执迷不悟了？接下来的这首《爱情转移》送给大家。切，这装模作样的，这临场创作出来的，能有什么是好歌？我看呀，他这不过是逃避抄袭的借口罢了。切，他真的能行吗？虽然我相信秦风的实力，但是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作出一首比肩天后的歌，我觉得还是不太现实。秦风，现在没人相信，你就继续装吧。等你装不下去，还是不会让出冠军宝座，永远背负上抄袭的。
这首歌我有预感，将不会逊色于刚刚的天后。徘徊过多少橱窗，住过多少旅馆，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。感情是用来浏览，还是用来珍藏？好让日子甜。太好听了！这首歌完全不输刚刚的那首《天后》，我真的不敢想象，这竟然是秦风这么短时间内现场创作出来的一首新歌。天哪，他真的是太强了！哇！好听，好听啊！秦风，秦风，我们相信你，相信你。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，让秦风，浩然，这首歌是不是他剽窃你的？温浩然，这首歌是我抄袭你的吗？如果是的话，请你把后半段唱出来。你刚刚的咄咄逼人的劲儿呢？哪儿去了？不是，这人心虚了，看来他刚刚说秦风抄袭是给秦风泼脏水了呀。肯定的呀，幸亏秦风留了心眼，留了一半给他唱，不然的话，要是直接唱完，又得说是他抄袭的了。哼，真不要脸，真不要脸，不要脸，不要脸。谁都只得那雙手，靠擁抱亦難任你擁有，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。你简直太過分了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让我跟浩然难堪。爱情不停站，像开往地老天荒，需要多勇敢。好，秦风居然会用2种方式来演绎这首歌，请评委打分。竟然又是满分，实至名归，无可争议。让我们再次恭喜秦风先生以满分夺冠。谢谢。秦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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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风。爸爸小心眼，竟然跟妈妈怄气较劲儿，害妈妈和魏叔叔丢脸，太可恶了！有这样一个爸爸，我都感觉到蒙羞，真恶心。你走。秦风，我是苏菲的白月光，就算你再优秀，只要有我在，你的孩子跟妻子永远只会讨厌你。秦风，恭喜你啊，获得了金曲大奖！我就知道啊，我没有看错人。赢得这个冠军，其实还是要感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的极力推荐，我不可能登上这个舞台，一战成名。秦风，明天有一场圈内人的音乐人酒会，到时候会有很多金曲奖大咖和实力雄厚的投资人、制作人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攀登更大的舞台？感谢天后了，那你们来做什么？你们来做什么？苏菲小姐，比赛已经结束了，你已经输了。秦风是我的朋友，我希望你不要再纠缠他了，愿赌服输。苏菲小姐，你好歹也是乐坛的新秀，这要是让人知道你输不起的话，恐怕有失你的身份吧。他是我老公，我来找他，也算纠缠吗？你找我什么事？果然啊，得了金曲奖之后，说话都变得硬气了啊！你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冠军，现在你满意了？爸，你知道为了这个金曲奖，妈妈和魏叔叔付出了多少吗？小气鬼，小心眼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就别再怪罪秦风。秦风之所以这么做，肯定也有他的苦衷。秦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苏菲道个歉。我真的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装好人了？真令我恶心。秦风，浩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，他又没做错什么，到底为什么一直这样对他？就是，爸，你还不知悔过。魏叔叔对我们一家这么好，你竟然这样，
这完全就是恩将仇报。没错，明明就是爸你，心胸狭窄，小肚鸡肠。你不仅要给妈妈道歉，还要给魏叔叔道歉。我是你们的父亲呀，我含辛茹苦把你们俩拉扯大的呀。自从他来了，你们怎么无条件永远站在他这边呀？为什么无论我说什么都是错的，我做什么都不相信我呀？这对我公平吗？还有你，苏菲，你说我夺了你的冠军，冠军他就摆在这儿，你没能力，你怨我？这个男人公开造谣我、抹黑我、抄袭，你选择相信过我吗？啊，我陷入众矢之的，遭人背后指指点点，你有选择相信过我吗？你又在这发什么疯？再说了，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浩然啊，他刚刚也是为了我的事业考虑。一时着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。哎，他没有真的想害你。对，魏叔叔也很后悔他当时说的那些话。你一个几十岁的大老爷们儿，能不能别总是斤斤计较？秦风，当时我只是太想让苏菲拿冠军了，所以才一时头脑发热说了那些话。要怪你就怪我吧，别因为我影响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。你既然知道是因为你，那你什么都知道，你赶紧滚呀！秦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浩然都已经认错了，你怎么还这么过分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在立刻跟他道歉，要不然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爸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，赶紧给魏叔叔道歉，不然我和秦霜也不原谅你。对，给魏叔叔道歉。秦风，你说谁是？给我回来！妈，你就别生气了，爸估计也在气头上呢。等几天他消气了，肯定会回来跟你和魏叔叔道歉的。妈妈，你别气坏身体。气死我了！秦风，你不过就得了个金曲奖，你就可以肆意妄为了啊！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就算你过2天回来给我道歉，求我都不会原谅你的，绝对不可能原谅你的。什么？真的吗？那太感谢你了，明天我们一定到。菲菲，好消息，等了这么多天，我们终于收到音乐人神秘酒会的邀请了。虽然我没有获得金曲奖，但是能够有幸参加这么高级的音乐节酒会，也不算亏本。这酒会真这么厉害，能和金曲奖相媲美？当然，你知道有资格参加这个酒会的都是些什么人吗？是吗？起步都是要金曲奖获得者，单单是金曲天王、天后就有好几位，还有很多金牌制作人、商圈大佬等。就这么跟你说吧，今天晚上我们但凡要是摊上里面其中一个人，就算不枉此行。真的？那我们一会儿可得多认识几位大咖，只要他们肯给资源，我们不就一飞冲天了吗？没错。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怎么了？参加这个舞会还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必须佩戴面具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给你特意挑了一个最小的，保证不会遮住你的美。就你会说话。秦风，这次来了很多圈内大咖，只要你能抓住这次机会，就能一片光明。多谢。看到他们那3个人了没有？他们都是在业内拥有传唱度极高金曲的人。那2个刚一出道就拥有100万销量，而那个是众星捧月的制作人江典。
上一世，苏菲、魏浩然就是凭借我的歌慢慢走红，最后被这个江点看中，一举推送到好歌声选秀节目当导师，红遍全国的。江点？是的，就是他。这些年被他捧红的歌王天后，两只手都数不过来。就连我也是被他一手带起来的。等下介绍你们认识。那就先谢过了。不客气。就算是没有我，以你的才华和能力，以后也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。我只不过是做个顺水人情罢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有些好奇，他们都戴着面具，你怎么精准认出每一个人来的？面具只不过是情调，来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搞神秘的。你没有发现大家戴的面具都小小的吗？谁像你啊，这么诚实，戴这么大一个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吧。他们也来了。哎，浩然，刚刚那个人好眼熟啊，总感觉在哪儿见过。要不要回头抓紧时间认识一下？他戴个面具把整张脸都戴住了，想必也不是什么厉害的人，不用理会。我们还是赶紧跟王总和李制作人去打个招呼吧。连自己老公都认不出来，看来他心里从来就没有过我的位置。你们可还真厉害呀！我都穿成这样了，没想到还被你们给认出来了。还不都是因为江总您太帅了？就是江总真的很帅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哎呀，江总，你看我都半年没有好的作品，你能不能帮帮人家？就是呀，江总，你也帮帮人家嘛。好说好说，我给你们每人写2首歌，不就都解决了吗？谢谢江总。江总，好久不见。又来了一群没有自知之明的18线歌手。现在知道江总为什么不想被人认出来了吧？就是怕这种18线小歌手混进来纠缠。保安，保安，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放？赶紧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请2位尽快离开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们江总也是你们这群能随便攀高枝的，还不走？真想被丢出去！江总，玩够了吗？玩够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一位就是当今乐坛当红女天后徐静云，也是我的得意之作。原来是徐天后呀，怪我刚刚没有认出来，您见谅。对对对，刚才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哎，静云，开个玩笑啊，活跃一下气氛，别生气。我当然知道，我们这里的那可都是1线顶流明星，你算哪根葱？他是秦风，昨天刚在《明日之星》上获得金曲奖，他很有才华的。金曲奖，金曲冠军算什么？我们在座的哪个不能随便拿出3首5首的金曲？如果只有这点本事，我劝你还是滚出去。在这里，你还不够格。不属于自己阶层的圈子，不要硬融。我们是看在徐天后的份上，给你留点体面。赶紧走吧。全是一群势利之人。秦风是我带来的，不能让他受委屈。里面，小子，听你一口气，好像不是很服气啊。不认识你，你的词很垃圾，编曲也很无聊。这么多年一直在吃自己第1首成名曲的老本，最近几年也没有建树。你那种破歌，我7步就能写出来。你那种破歌，我7步就能写出来。哎，这不是刚才那个人吗？这也太狂了吧！竟然说出7步成曲这种话。不知死活，敢在江点那座如此狂妄。要知道那桌坐的可都是超级大咖，得罪他们，看来此人的前途也就到此为止。好大的口气，这种牛皮都敢！我看你是不想在歌坛混了。徐天后，这就是你带来的人吗？
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不是从精神病院把他给带出来的。秦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也不相信我，觉得我在吹牛？我没有觉得你在吹牛，我只是不相信能有人在7步之内做出金曲。看到了没有？现在连徐天后都不相信你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快闭嘴吧，你也太垃圾！你那种口水歌，老子3步就能写出来。你故意叫长是吧？没想到他是这样狂妄无度的人，是我看走眼了。算了算了，咱们没有必要跟这种爱吹牛的。1步，2步，3步。他竟然来真的，他疯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华重局惩办了。别装模作样了，3步成曲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儿。漂亮小丑。是啊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即便你创作出了歌曲，那也是垃圾。别逞能了，把吉他放下，赶快滚出去吧！想在这儿卖弄，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。滚吧，小丑！滚出去！小丑，滚出去！这前奏感觉还不错呀。菲菲，我们发现宝藏了！先别说话，让我把这首歌听完。心碎了才懂。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示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
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？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好，真是一场极致的听觉盛宴呀！太棒了，真是太棒了！我刚刚真的不该怀疑你的才华。叫啊，能不叫了？啊？我现场创作的这首歌，跟你们的相比，如何呢？还傻愣着站那干什么呢？赶紧道歉！对不起，秦先生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写的歌实在是太棒了，我们心服口服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去，就连捧出了无数歌王天后的江田都这么看重他。看来今天过后，这个人一定一飞冲天，要震惊整个乐坛了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，想办法结交到此人。要是能从他手中买下这首歌的版权的话，就更好了。走，我们先主动出击，让别人抢先了。先生，您刚刚实在是太厉害了，短短3步就写出了这么好听的天籁，实在是让人佩服。对，您刚才说3部成曲，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相信，但我们一定是相信的。就看您这气质，就知道您绝非是普通的音乐人。原来他们并没有认出我来，有戏。我是新势力歌手苏菲小姐的制作人，这是我们的名片，希望有机会能够跟您合作。我们这么热情，原来是想讨好我。哪儿冒出来的狗屁新势力歌手？你懂不懂规矩？就跑出来插队？插队？想攀关系也要有个先来后到吧？先生，我是大王娱乐的音乐总监，我能买下您刚刚那首歌的版权吗？先生，我也是个歌手，请问我可以和你约歌吗？多少钱都可以。真行，真行。我也想找先生你买歌，我不挑。您报个价吧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请我，先来。先生，好，慢慢一个来，一个来，稍等，稍等。等我，先生，牵我。静言，等一会儿能不能重新介绍我跟他认识一下？好说。哎呦，太感谢了。苏菲，终于轮到我们了，我们快过去。那个，名片。先生，这是我们的名片，希望有机会能够合作。先生，我们公司呢还是很有实力的，只要你肯给我们写歌，钱嘛根本不是问题。哇哦，这么说，你很有实力喽？对，只要是你写的歌，无论多少钱，我们都要。那我要是不愿意呢？这怎么回事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？你凭什么扔我的名片？你收了所有人的，为什么这么对我们？因为你不配。混蛋，你敢耍我！你干什么？快放开他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在这种地方撒野？你要敢动这位先生一下，今后你就别想在乐坛混了。对，他可是我们的大才子，你要是动他，就是和我们所有人为敌。动呀试试！浩然，你别闹了。可是他太过分了，他竟然……闭嘴！先生，刚刚是我们先动的手，确实是我们不好。但难道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？我们只不过是第1次见面，你就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过分？这你就受不了了？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。那首歌是我写的。你一个哑巴会写什么歌啊？还敢抢浩然功劳？赶紧做饭去！去呀，做饭去！真的是我写的。
浩然，我们那个新专辑又火了，晚上我们去哪儿庆祝啊？啰嗦，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。对不起，是我们不对，我们知道错了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以为写了首破歌，他们就能帮你给你资源吗？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，你一辈子都火不了。我说了，秦先生，只要你愿意的话，我愿意动用所有资源，发专辑、上综艺，我保证3年之内把你捧成下一个天王巨星。现在呢？浩然，你说昨天在酒会上大放光彩的那个男人会是谁呢？我们把他得罪了，他不能报复我。报复我，他也得有那个实力算。就算昨天他得到江简的青睐，日后他要是写不出新歌的话，一样会被抛弃的。所以菲菲不用担心。但愿吧。苏总、魏总监，我们最大的投资商黄总来了，现在正在会议室等你们呢。他来干什么？好啊，太好了，这就是你们办的好事，这就是你们在音乐人酒会上办的好事。把在场所有的大咖，还有我所有的生意伙伴，一个不落，全都得罪我。啊？你们俩是疯了，还是公司不想干了？当时我只是太想给苏总出头了，没想那么多。闭嘴！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，投资暂停，8个月之内你们拿不出好的作品的话，那咱们所有的合作关系全部暂停。黄总啊，对了，苏菲，你的这位制作人能力一般，实力一般，脾气啊更一般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早就换人了。啊，如果你没有合适的人选，我可以帮你推荐。苏菲，我这个黄总说话也太难听了，这是我的公司，他凭什么来指手画脚？是，那个黄总他确实有些管得太宽了。你也是，昨天你要是不冲动，他会过来教训我们吗？我知道错了。近日，明日之星舞台夺得金曲冠军的新锐歌手秦风，凭借3首原创金曲蹿红网络，被大众所熟知。资深媒体人评论，其是最有望冲击天王宝座的人选。该死的秦风，明明你都已经离开了，为什么苏菲对你还是放不下？要是他还在我身边，我也不会沦落至此吧。我们就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了，怎么做才能让黄总不撤资呢？办法倒是有一个。什么办法？夏艺娱乐资讯，央台第1档真人选秀栏目《好声音》将于明日面向大众公开海选。你是说想让我参加这种低级的选秀节目，和一群新人同台竞演？拉回人气，稳住投资人，
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办法了。来，让我们欢迎未来的天王秦风正式加入咱们好声音导师团，干杯！这句词不行，这里用2个标读，音调有些太高了，也不行。魏叔叔，你快帮我看看，我这题不会。我说没说过，在我创作的关键时刻，谁都不用来烦我。你是没脑子，还是故意来捣乱的？你知不知道，今天我再也写不出歌，不单单是我，你们和你妈都要一起去喝西北风。魏叔叔，你吓到我了。出去，不要再来烦我。如果是爸爸的话，他肯定不会凶我。我想爸爸了，你想爸爸了吗？魏叔叔，你能给我买个新玩具吗？去！可是魏叔叔说爸不要我们了。秦风老师，你好，我是微读记者记者，您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？您现在有什么感想？您现在有什么感想呢？请问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？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呢？请回答一下，两位老师回答一下，说一点吧。两位老师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秦风，请问你参加《好声音》当导师这件事，你感到压力大吗？秦风，你创作的《黄昏天后》等歌曲已经在全网掀起了热议，请问你有什么想对镜头前粉丝说的话吗？首先，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，我一定会再接再厉，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。菲菲，演唱会开始了，我们也该进去了。15号选手，请准备登台。别紧张，就当是开演唱会了。这种小场面根本吓不到我，我只是有点不甘心，以我的人气和实力，竟然跟这群新人一起同台竞技。忍忍就过去了，他们都是陪衬，根本不用当一回事。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什么就陪衬了？我们哪差了？瞧不起谁呢？瞧不起你怎么了？知道我身旁这位是谁吗？新锐实力唱将苏菲小姐。跳楼机等下个天亮就是我们苏菲的作品，我们还开了11场演唱会，你比得起吗？既然这么厉害，还来参加海选比赛干什么？你们不是应该坐在导师席上对我们评头论足吗？那我会用我的实力让你们全部闭嘴。哇！嗓音条件一般，中间还跑调了2次。我的选择是再接再厉吧。很遗憾，17号选手惨遭淘汰。现在我们有请18号选手登台献唱。加油！You're too tired and cheap lying wanna be. You're a fool. If you thought that I just 各位老师好，我是苏菲。I see red, red, oh red. 怎么会是他？他为什么会坐在导师席上？秦风的妻子怎么跑来参加海选了？这位是秦风的妻子，我有关注过她，她唱歌也很好的。秦风的妻子。这位选手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。我今天要演唱的歌曲是《江南》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
18号选手演唱完毕，现在我们有请导师团3大导师给出他们的选择。观众们也可以期待一下，这位歌手是会晋级呢，还是惨遭淘汰呢？我的选择是 out out。秦风，你故意找我麻烦是吧？秦风，他怎么会出现在导师席？他现在坐在这个位置的话，肯定会为难菲菲的。秦风，你真该死啊！这个选手疯了吧？居然敢质疑评委！这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淡定，淡定。这位选手，我没有找任何人麻烦的习惯。你唱的并不好，这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。我作为好歌声导师，应该对节目组负责。秦风，你少在这冠冕堂皇了。你不过就是吃我制作人的醋，仗着自己现在手里有点权利，故意为难我，对吧？这到底什么情况？这里边有故事啊！他们两个什么关系？这是有好戏看了吗？这位选手，这里是好歌声的现场，我不想跟你聊这些。怎么，你心虚了？心虚了，就更应该给我正确的判决，而不是在这故意刁难我。好，你觉得我在刁难你？我今天就刁难你了，如何呢？好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。其实，我就是秦风的老婆。我就是秦风的老婆。我和我的制作人只是普通朋友关系，而他却因为吃醋，故意给我投出否决票，还拉着徐天浩他们一起淘汰我。老婆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我就说这里边肯定有故事吧。今天大瓜，秦风已经有老婆了吗？大家好，我就是被秦风视为情敌的制作人，我叫魏浩然。这一切都只是个误，我跟苏菲是清白的。秦风，你太敏感了，今天的舞台对苏菲来说很重要，求你高抬贵手，别毁了她的前程。连当事人都出来委曲求全的解释，看来这秦风真不是个东西啊！就是，连自己老婆都信不过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斤斤计较，真小心眼儿。秦风，现在你成为了众矢之的，我就不信你还敢继续为难我。秦风，我一定要毁了你！菲菲，你永远只能属于我。秦风，现在舆论对你很不利，要不就给他通过吧。如果事情发酵下去，会影响到你的前程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唱的并不好。如果你到现在还是觉得我在刁难你，那好，我可以唱一次你刚才唱过的歌，让大家见证一下。秦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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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风！该死的秦风，居然有这么强的号召力！不过才听了一遍江南，就敢大言不惭的唱的比菲菲好，可笑！秦风，我劝你好好想清楚，这首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勉强复刻出来的。你才刚听我唱一遍，你就想唱，开什么国际游戏？难道他还不知道《江南》那首歌就是秦风当初在酒会上创作出来的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唱《江南》了，现场创作一首，给你点震撼。这首歌的名字叫《背叛》。雨不停落下来，花怎么都不开，
尽管我细心灌溉，你说不爱就不爱我。他唱的竟然丝毫不比那位蒙面歌手差。这怎么可能？现场原创居然能写出这么动听的歌曲。他的声音好熟悉呀，难道是他？该死！难道秦风就是酒会上那个家伙？这怎么可能？你猜的不错，就是几天前我在音乐人酒会上即兴创作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初你们还给我递过名片呢。难道你就是那位在音乐酒会上被人攀附巴结的音乐才子？音乐才子吗？算是吧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不相信！不信啊？不信我可以再扔一次你的名片。苏菲，你刚唱的那首《江南》，3句跑调，2句措辞。我秦风做事向来一视同仁，问心无愧。给你否决票，并不因为你是谁，只是因为你不好。秦风，苏菲是你的妻子，你当众让她难堪，你良心真的不会痛吗？够了，别说了。菲菲，明明你受到不公对待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秦风，如果是我的原因让你对菲菲心有芥蒂，那我跟你道歉，但你不能这样对待菲菲，她跟我是清白的，是你误会了。你这个插足别人婚姻的第三者，别装模作样！魏浩然，你这副嘴脸真让我恶心。不是的，你误会了，我们……秦风，你说什么呢？我真没想到，你思想竟然这么龌龊，我真是看错了。我们走。可是，我。难道我真的做错了？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啊？是啊，我都要想爸爸了。爸爸，菲菲，瑶瑶、双双也在啊。今天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？双双，没有跟小朋友打架吧？哎，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没礼貌呢？跟魏叔叔道歉。道什么歉？我又不是外人，不用在意。你们俩，你们快去写作业吧，我跟魏叔叔谈点事。今天海选，虽然清风做的过分了，但他肯定还在生气中。菲菲，你千万不要跟他怄气，气坏了身体。你说秦风这个人，他是不是没有良心啊？他让我当众出丑就算了，竟然还污蔑我们两个，说我们两个不清不楚的。你说我和你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要是有什么早有了，用得着等到现在吗？气死我了，我真服了。是啊，秦风他太敏感了，我们俩……什么？撤资？
谁让你自作主张？参加好歌手选秀节目的啊！知不知道你惨遭淘汰的行为已经笼人圈内的笑柄了？黄总，您别生气，我们有话好好。我本来打算多给你机会的，现在看来，没什么必要了。你自己多次去参加什么选秀节目？啊，对了，多总问一句啊，让你参加这个节目的邹主意，不会又是那个魏浩然出的吧？黄总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行，苏菲啊。如果你把你老公找回来，我不但不撤资，我还加倍投资你的公司。你考虑一下。秦风，我就再给你一次台阶下。好，我一会儿就给我老公打电话，请黄总。你一定要信守诺言。菲菲，你真的要找秦风回来吗？指望你，我指望得上吗？我也只是好意，只是没想到秦风会在那里当导师。我当然也希望秦风回来啊，只是今天你们俩在公共场合大闹矛盾，我怕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我2个孩子的父亲，我就不信他还能生我一辈子的气。你搞咩嘢？華哥啊，你冇遮啊！邊個係當下流行音樂未來的趨勢啦 ？Fashion music 加上接地氣，好犀利啊！哎，有沒有中意啊？好啊，我搞一段唱給你聽聽啊！明天你是否會想起昨天你寫的日記？明天你是否還惦記曾經最愛哭的你，老師們都想不起。誰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誰看了你的日記？誰把你的長髮盤起？誰給你做的嫁衣？從前總是很熟悉。問我借把花兒相披，你也曾無意中說起喜歡和我在一起，同桌的你。OK 啊，華哥，那這首歌就這麼定咯，它的版權就是你的咯。好，這就是做自己的感覺了，再也不用被老婆孩子當傭人了，也不用再回到那個家，還要被人瞧不起。秦风，竟然都不接我电话！苏总，不好了，黄总的投资全部撤销，我们的资金链彻底断了。秦风，现在你滿意了？細雨大風濕透黃昏的街道，抹去雨水，雙眼無辜地仰望，望向孤單的晚燈，是那傷感的記憶。喜歡你那雙眼動人，笑聲更迷人，願再可輕撫你。如果我当初没把魏浩然带回家，秦风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对我了？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？菲菲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我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联系到了素有巨星接班人之称的小天王王少杰，他愿意帮我们，而且还邀请你作为他的女伴去出席2年后的募捐活动。真的？绝对是真的，我刚从他那里回来。菲菲，王少杰在乐坛可是1线顶流，我们要是攀上他这条大船，
未来绝对不愁投资人。秦风，我一定会让你看到，没有你，我一样会重新站起来。秦风，你一个网络歌手，竟然敢抢我的风投代言和通告！现在我有了你老婆这张王牌，2天后的慈善募捐汇演，我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。到时候让你把本该属于我的东西全部给丢了。2天后的募捐汇演，谁能获得更多的善款，谁就能获得更大的曝光量。到时候，如果你想更上一层楼的话，一定不能大意。感谢云姐提醒，我一定会全力而为的。不过，王少杰也会出现，最近抢了他的很多风投和代言，一定要小心为上。我也是，他不惹我就算了，他要是敢惹我，我一定让他追悔莫及。苏菲小姐，今晚有幸请你做我的驻场嘉宾，接下来的演出呢，我们一定能够超越所有人，成为募捐金额最多的组合。皇上，你真是太客气了，能跟你合作，是我三生有幸。说什么？来，你说什么？海丰之家的代言，集运集团的通告，都被秦风那个网络小子给抢了。还有我们代言的3叶草运动装备也决定不再续约了。我听说他们已经找到了秦风，谈好了代言合作。之前抢了我在好声音的导师席位就算了，现在又抢了我这么多代言和通告。秦风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王天王，我可以帮你对付那个秦风。谁呀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当今人气女歌手苏菲的音乐制作人。我对秦风很了解，只要你听我的，我保证把你扳倒秦风，让他永无翻身之日。苏菲，我听说她好像是秦风的老婆。行，有请。苏菲，奇怪，这种级别的晚会，以她的卡位，应该不具备参加资格才对的。我看错了吧？秦风，你也认出他们来了？认出谁？王少杰，这人就是王少杰。一会儿晚会上，你一定要多多提防。欢迎各位总裁大咖来参加本次的慈善汇演活动。本次活动呢，由13位当红歌星比赛义演，用歌声打动台下的总裁们。那究竟谁的歌声能够为希望工程募捐到更多的善款资金呢？让我们期待一下。现在有请2位巨星上台登唱。现在我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站在我身旁的这2位，秦风、王少杰。他们呢是目前网上呼声最高、最受欢迎的男歌手。那究竟谁的歌声能够打动台下的总裁们呢？现在我想请问2位一下，你们觉得谁的歌声能够为希望工程募集到更多的希望资金呢？我王少杰成名已久，首首金曲，可不是某些因网络走红的家伙可比的。不愧是小天王，说话就是霸气，我喜欢。王少杰太帅了，我要给你生猴子。一个秦风也配跟我家哥哥比，简直不自量力。徐天后，还真的被你猜中了，这个王少杰确实对秦风敌意很大呢。上来就给秦风一个下马威，
希望秦凤能顶住这波压力。劣迹艺人，要不了多久你就要进去踩缝纫机了，还跟我装逼。知名歌星王少杰组织举办群体性淫秽活动，被江某、刘某等女性联名举报，现已被警方批捕，案件细节正在调查取证中。这比赛还没开始，火药味儿就已经很浓了哦。秦风，对于王少杰的话，你有什么要回击的吗？我觉得都是做慈善，无所谓高低，只要能为希望工程筹集到更多的善款，我都由衷的祝福。好，秦风，好样的！秦风的格调太高啦，感动！这样一对比，王少杰简直不是个东西啊！网络歌手怎么了？网络歌手可太棒了！好，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，有请两位歌星台下休息。王少，您来了。登台前把这个纸条背熟了。这是什么？本次的慈善汇演活动现在正式开始，有请我们的1号歌星上台登唱。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我属于你的注定，不属于我的命运。60万、30万、50万，还有梦能紧紧抱着你。感谢前面的演出呀，都非常的精彩。不知不觉中呢，他们已经为希望工程募捐到了350万的筹款，真是太了不起了！这么多人才募集到这么点钱，真是够丢人的。待会儿我登场呢，这善款一定会翻数十倍。你这么自信？哼，我不但会成为全场募捐善款最高的人，而我会让秦风你1分钱都募捐不到，抢了我的风头、通告、代言，这就是你的代价。过了今晚，我会将你如蚂蚁般一样踩死在脚下。好好享受今晚吧。那现在呢，有请我们有小天王美誉称号的王少杰上台登场。在演出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大家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，王少杰能够为希望工程募捐到多少善款呢？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少杰和他的合唱嘉宾上台登唱。王少，您来了。登台前把这个纸条背熟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上面为什么写的都是污蔑秦风的话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可是秦风的妻子。正因为你是秦风的妻子，你说这些话信服力才更高嘛。不可能，不可能这么做。菲菲，冷静，这位可是未来天王接班人，咱可得罪不起啊。要不咱先按小天王的要求来，事后跟秦风道个歉，这些都是剧本，他一定能理解的。剧本？魏浩然，都干了什么好事啊？虽然我和秦风有矛盾，但他也是我2个孩子的父亲，我不可能这么做，我也绝不可能和你一起对付他。如果你答应的话，我会给你资源，量身给你打造专辑，半年内呢让你爆火。但如果你不听话的，会彻底毁了你。你也知道啊，像你这样的新人歌手，碾死你呢，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考虑一下吧。走了。在演唱之前呢，我想介绍一下我的这位女伴。她是接下来要登场秦风的妻子，也是一位实力强劲、天赋型歌手。秦风，你老婆怎么成了他王少杰的驻场嘉宾了？
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秦风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，不知道你还满不满意？不满意的话，我再给你加点。苏菲，这不是秦风的老婆吗？什么？秦风的老婆？她怎么会出现在王少杰的身旁啊？有趣，看来接下来要有不得了的事情发生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秦风的老婆怎么会出现在王少杰的身边？不知道啊，但我感觉接下来估计会变得很有趣。这么好的舞台，不打算说点什么吗？大家好，我就是前一阵子在网络上爆红的歌手秦风的老婆。秦风在爆红之后就离开了家。没错，我是名歌手，也是一位单亲妈妈。虽然他现在不要我和孩子了，但我依然热爱生活，热爱我的事业。原来他是这样的秦风，爆红之后就抛妻弃子，简直猪狗不如。失望，秦风真是太让我们失望了。这样的人，我反正是1分钱的善款捐助都不会给他。给他善款，他这种爆火后就抛弃妻子的垃圾，就应该立刻封杀了。苏菲，原来你和王少杰走在一起，就是想彻底毁了我。秦风，你不要怪我，我是有苦衷的。等晚会结束之后，我就跟你道歉。大不了你被封杀了，我养你一辈子。好，现在时间呢也不多了，那我们把舞台交给王少杰和苏菲小姐，他们带来的有2首歌曲哦，我们掌声欢迎。诽谤，这绝对是诽谤！我看就是他王少杰为了抹黑秦风，特意安排的。没想到王少杰竟然这么歹毒，这一招真是防不胜防。秦风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好像唱情歌，看最美的烟火，在城市中漂泊。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。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。秦风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听歌呢？如果这件事情解决不好，你的乐坛生涯就彻底完了。是啊，秦风，下一个就要到你出场了。要是你想不到对策，连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。没事，别着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？感谢大家喜欢听我和苏菲带来的合唱歌曲。王少杰先生与苏菲小姐的合唱啊，简直太完美了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打动台下的总裁们呢？1元。KK 集团的总裁姜岩竟然只给了1块钱，看来他对王少杰和苏菲小姐的演唱并不是很满意啊。150万，300万，500万。虽然 KK 集团的总裁对他们演唱并不是很满意，但是其他集团的总裁啊还是很认可的。现在呢，我们的募捐款已经逼近2000万了，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少杰和苏菲小姐。现在呢，有请王少杰和苏菲小姐台下休息。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秦风先生上台登场。你们不要听渣男唱歌，让他滚下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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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办呀？秦风现在都成了众矢之的了，难道他的职业生涯真的要完了吗？他明明这么有才华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再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，除非怎样？除非王少杰替他解释。这怎么可能？
秦凤先生，您现在的私人生活已经引起了全网热议，对此您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清者自清，我没有对不起过任何人，我问心无愧。他连解释都不想解释了，看来刚才苏菲说的应该都是真的了。这种渣男抛弃妻子，是怎么还敢站在这个舞台上的？渣男，滚下去！我们不要听你唱歌。滚下去！滚下去！滚下去！下去！滚下去！音乐。等一下，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，秦风他不能演唱。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如果道德败坏、品行不端，那么他就得接受大家的抵制，对不对？秦风，我看你这次死不死！不要！抵制渣男！抵制秦风！抵制秦风！抵制渣男！抵制秦风！抵制渣男！下去！抵制渣男！抵制渣男！抵制秦风！主持人，你也不想引起众怒是不是？秦风先生，不然您就做一个解释，给观众朋友们一个交代。秦风啊，你不想解释是不是因为心虚了？你既然敢做出抛妻弃子这种事情，那你为什么不敢承认呢？啊？这可是你自己把脸伸过来给我打的。好，搞什么呢，秦风？你不是要证据吗？我手里的就是证据，你找死啊你！看清楚了吗？看不清楚的话，看大屏幕。在座的诸位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王少杰自己才是那个道德败坏、私生活混乱的人。我劝你啊，打听别人私生活之前，先管好自己啊。怪不得秦风不惧怕王少杰呢，原来是他手中有这张底牌。不碍事，他不惹我就算了，他要是敢惹我，我一定让他追悔莫及。这个王少杰表面上看起来斯文，没想到背地里竟然是这种败类，真是让人恶心。就他这糜烂的私生活，是怎么好意思说秦风抛弃妻子的？怎么会这样？王少杰，你这个废物！秦风，你还真是有9条命。诬陷，全都是诬陷。秦风他为了回避问题啊，故意诬陷栽赃我。这些照片都是 P 的，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。朋友们，这现如今呢，这 P 图呢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他在这个时候故意诬陷我，他就是想分散大家注意力，大家千万不要被他骗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这个秦风真是太过分了，为了摆脱对自己不利的舆论，竟然抹黑污蔑王少杰。对，这秦风太可恶了。不好，这舆论又开始对秦风不利了。你老婆呢已经告诉我了，你已经很久没回家了吧？你该不会在外边有一腿吧？啊？事情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，我和秦风认识很久了，他根本就不是那种抛妻弃子的渣男，明明是你嫉妒秦风迅速崛起，抢夺了你的商业资源，反而在这里诬陷他。徐静远，不是你怎么这么维护他呀？该不会你俩有一腿吧？胡说，我和秦风根本就是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？如果没记错的话，秦风在认识你之后，他便抛妻弃子，从来没有回过家了吧？原来秦风的出轨对象是徐天后啊！这消息也太劲爆了，不可思议！堂堂乐坛天后，竟然做出这种自毁前程的事情。徐静远，我早就应该想到，就是你抢了我男人。他血口喷人，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。云姐，没事，交给我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想快道歉呀！我告诉你啊，晚了，秦风，晚了。这个照片的可信度啊，虽然不高，但是那个被你抛弃，最终导致流产的女人，我今天把她请到现场来了。她现在
就在后台。你要是想当场身败名裂的话，我可以成全你。想清楚再说。那个观众朋友们，刚刚呢都是我们开的一个玩笑，这苏菲说的话呢那都是为了节目效果准备的剧本。还有这秦风啊，秦风根本就不是什么那个抛妻弃子的人，这和徐天后啊也是普通朋友关系啊，都是玩笑，都是玩笑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这真的太奇怪了，这王少杰竟然会亲自替秦风解释，这王少杰怎么突然转性了？剧本吗？这演的也太逼真了！不是，拿我们当猴耍呀！你再说这是剧本，你信不信我当场让你身败名裂？不是，都是魏浩然，都是魏浩然，他想整你，我是被他蛊惑，被他蛊惑的，我才做出这种糊涂的事的。秦风啊，不，峰哥，我错了，你再原谅我一次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跟你作对了。魏浩然好像就是苏菲的制作人吧？这么说来，背后给秦风泼脏水的就是苏菲和他的制作人了。这苏菲为了蹭热度，还真是无底线啊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苏菲，我真没想到竟然这么卑鄙！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混蛋王少杰竟然当众卖我！苏菲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一切都是王少杰指使我做的，是他逼我的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你，为公司好。我只是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现在这样。峰哥，你别听他瞎说，都是魏浩然蛊惑我做的。我就糊涂做了这件事。那个峰哥，你别怪我，要怪你就怪他。您放我一马，放我一马。行了，王少杰啊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哎，是，我知道。请大家用掌声欢迎我的驻唱嘉宾徐静云天后。你个混蛋，都怪你！你知不知道，老子刚刚差点被他毁了。王少，你息怒，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这个秦风知道我太多秘密，我必须给他毁了。不怨不悔，那
哇塞，秦风先生和徐天后的演唱简直太完美了！现在呢，我们将目光聚焦到总裁团，看看他们能为希望工程筹集到多少善款。3000万，1000万，1200万，5000万。哇塞，1亿耶！秦风和徐天后竟然为希望工程筹集了1亿善款，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秦风。王少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你不是答应我们晚会过后就给投资的吗？你不能说反悔就反悔啊！王少杰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合约说取消就取消，这不是过河拆桥吗？怪谁呢？怪谁呢？还不是因为你们太天真了。行吧，那个你来正好啊，你老婆苏菲，我以后不会再跟她有任何合作。以前呢，咱俩恩怨呢也一笔勾销，从此之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样？那个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同意了啊。那个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秦风，现在你看到这个结果，满意了？你难受了？刚才在舞台上说那些违心话的时候，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要是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秦风，要怪你就怪我吧。起初王少杰说那只是一个剧本，我没想到他那么坏，真的想搞垮我跟苏菲都被他蒙蔽了，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秦风，苏菲她毕竟是你的妻子，她现在公司面临倒闭，还请你帮帮她。陷害秦风不成，又被王少杰过河拆桥，现在他跑路了，你们又来找秦风帮忙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你说什么呢？徐天后说的对呀，像你这样帮着一个外人抹黑自己老公，哎呀，你这么蠢的女人，我平生啊也真的是第一次见的。你们，可我也是被逼的呀。不是我跟你们两个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这是我的家事，你们管不着。你的家事我是管不着，但秦风呢，和我们是深度合作关系，你害他就相当于害我们，我必须管。对，秦风他现在是我们的人，我们就是有资格管。你们，好，秦风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，不打算要这个家了是吗？家，那来滚。他什么时候滚，我什么时候考虑回家。秦风，你能不能别再闹了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我跟浩然只是好闺蜜。好闺蜜？秦风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跟菲菲真是清白的。你闭嘴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是，我知道你心里对他是有怨气，但浩然这些年帮了我很多事情，我不可能把他赶走的。那完事儿。秦风，我已经跟你认错道歉了，我已经低头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苏菲，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你是怕了，你怕失去你现在如今的事业，你怕我的才华压过你耀眼的光芒。原来我在他心里一直是这样的形象。秦风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苏菲是你的妻子，你知道你说的话有多伤人吗？赶紧给苏菲道歉。伤人？他在舞台上公然污蔑我抛妻弃子就不伤人，苏菲是我老婆，天天跟你成双入对就不伤人。原来你对我一直都有怨。好，那我就满足你的愿望，嫁给韦浩然。那我就满足你的愿望，嫁给韦浩然。好啊，过2天把离婚协议书寄给你，签了字你就是自由身了。你想嫁给谁，那是你的自由。迁就你一次又一次，分寸的试探我一遍又一遍，来配合你出演我初衷的。
情愿。等下一个天亮，加油！我愿意支持你，我会做你一辈子的粉丝。会自己融化，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。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。秦风，你不要走。秦风，终于把你从苏菲的世界赶出去了。从今往后，苏菲彻底属于我了。我为什么要说那些气你的话呢？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要不是魏浩然去找王少杰帮忙，我也不会当众说出那些污蔑你的话。你是不是就不会和我离婚？菲菲，有事？我刚可以看了一下，下周3是个结婚的好日子，我们要不就把婚礼定在那一天。离婚？结什么婚？你不是说要跟秦风离婚，要嫁给我的吗？那就是我故意气秦风的气话而已，你当真了？可是秦风已经决定要跟你离婚了呀，你们的感情也已经走到末路了。魏浩然，这是我的家事，而你只是我的制作人而已，请你摆清自己的位置，这不是你该管的事。该死的秦风，明明你都已经离开了，为什么苏菲还对你放不下？我累了，你还有事吗？没事先走。有事，我有事。什么事啊？我想了一个办法，能够让公司起死回生。说。去求王少杰，求他再帮我们最后一次，我们就……王少杰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会像现在这样吗？魏浩然，我警告你，从今以后不许再见他，听懂了吗？可是已经没人愿意帮我们了，只有王少杰，我们只需要再付出一点点代价，就能够东山再起了。够了！我就算是去找秦风，也不可能去求王少杰那个小人。听懂了？听懂了，走吧。走。秦风，你天上还要帅，能给我签个名吗？可以。秦风，我也是你的超级粉丝，你也给我签一个吧。我也是，我也要签名。好，好，好，都有，一个一个来啊，别着急啊。老公，没事。好玩吗？好玩，当然好玩。你要加入吗？我果然看错你了。都说男人不能有钱，一有钱就变坏。现在看来这话说的一点错都没有。既然你这么清高，又为什么会和自己的制作人搞到一起呢？不单单是制作人啊，自然汇演直播时，他还和巨星王少杰深情对唱，举止亲密。我看他俩呀，也是关系匪浅呢。林峰，我今天本来是想和你道歉，但我现在真没想到你竟然这样自甘堕落。你不过才刚刚有一点点小小的成绩，就这样花天酒地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的生活怎么样？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吧？只要我还是你老婆，就和我有关系。我不能再让你这样丢了下去。给我回家。喂，你把魏浩然踢出去了？当然没有。我就知道，我早就说过，那个家有他没有我，有我就没有他。秦风，我今天已经够给你面子了，你差不多得了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跟魏浩然，我们两个只是好朋友。他之前帮过我，我不能这样忘恩负义、过河拆桥。
仅此而已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无所谓，我已经不在乎了，我已经不在乎。苏菲，离婚协议书，你把它签了。我保证，你签了这份离婚协议书，我给你自由，你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和那个魏浩然在一起了。我是说过我要和魏浩然结婚，但这是气话，你能当真吗？你和魏浩然？青梅竹马呀！签了吧，我给你自由，同时也希望你以后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不会再打扰。离婚是吧？我签。好，很好。下周一，不见。秦风，你想跟我离婚是吧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你别想再看孩子一眼。没事，前妻嘛。好你个秦风，竟然这么绝情，要跟我离婚是吧？告诉你，就算这离婚也是我先甩了你，也是我先甩的你，只有回去。妈妈，爸爸今天回家了吗？爸什么时候回来？你们爸爸不会再回这个家了，也不要你们了，以后再也不许提他了。我要爸爸。秦风，这都是你自找。又没了。这个代言不是之前已经谈好了吗？不是我说你干什么吃的？你知不知道这个代言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？可是现在人家反悔了，要毁约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这个东西，这次又是谁抢了我代言？秦风，又是秦风。秦风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与我跪舔，难不成真以为我怕你？一直跟在秦风后面吃残羹剩饭，堂堂小天王笨成这个样子，难道不是害怕吗？魏浩然，不是我说你活腻了吧你？敢嘲讽我？皇上，你先别急得慌，来，先坐。赶紧。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帮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扳倒秦风，让他一辈子被你踩在脚底下，永远都翻不了身。什么办法？慢点，慢点。云姐，你轻点，我要喘不过气了，我要。秦风，你真的好有才华，好厉害，我好喜欢你。云姐，你喝多了。别闹了，云姐，云姐，该死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整我？让我查出来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云姐，你先消消气，这件事我已经着手让人调查了，很快就会出结果。云姐，幽会门事件有了进展，我刚刚收到这封匿名举报信，信上说什么？信上说幽会门事件是秦风老婆苏菲联合王少杰搞的鬼，目的就是想让秦风先生万劫不复。秦风，你和你老婆到底什么情况？她想拉你万劫不复，也要拉我下地狱吗？云姐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的关系拖累了你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调查清楚，给你一个交代。苏菲，这是你们逼我的，
该死的秦风，怪不得他要和我离婚，原来背地里早就跟徐静莹勾搭上了，是吧？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。你好。现在算算时间，秦风应该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。秦风，他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？喂，苏菲，我想找你谈谈。喂，苏菲，我想找你谈谈。你出轨天后许静云的事，已经在全网上沸沸扬扬。你我之间还有什么好谈？这件事电话说不清楚，我去你公司当面谈。好，那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菲菲，秦风跟你说什么了？秦风一会儿要过来，你准备一下，我们一会儿下楼迎接。可恶！菲菲，你真的让秦风回来吗？不然呢？因为幽会门事件，秦风已经是劣迹艺人，加上他出轨天后徐静云，你为什么还给他机会？秦风如果不回来，我拿什么稳住投资人？再说了，现在公司马上就面临撤资了，你能替我解决吗？和秦风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相信他绝对不是那种人，他心里爱的只有我一个人。徐静云，他怎么也在？秦风，你抛妻弃子，出轨徐静云不说，菲菲不计前嫌，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怎么还有脸把情人带到这里来？你这样做对得起菲菲吗？这是我的家事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管。谈什么？进去谈。秦风，你太过分了吧！不把事情解释清楚，菲菲是不愿意跟你们谈任何事情的。苏菲，我和秦风是清白的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误会，误会你整天跟秦风出双入对，误会你们会被狗仔拍出那么暧昧的照片。这一切都是误会。我这次和秦风一起过来，就是为了和你们一起解释清楚的。解释什么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你们给我走，走得远远的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走吧，进去说。菲菲，这两个人出双入对就是最好的证明，我看就没有必要再谈下去。闭嘴！有什么事说吧。事情是这样，司总，楼下有人闹事，快拦不住了！什么？一定要拦住他！走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好。知道了，可以开始行动了。奇怪，怎么会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呢？难道证据不在公司？我们俩费了这么大功夫，不会铩羽而归吧？你怀疑在这里？找到了，果然，魏浩然搞的鬼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没事啊，闲来无事，到处看看嘛。怎么？你紧张什么？不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还被人发现吧？你胡说八道！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你们都看到了。嗯哼，
偷窥别人隐私，你们卑鄙无耻！我们卑鄙无耻，你联合王少杰陷害我们的时候呢？你才是真正的卑鄙无耻！怎么，事情暴露了，恼羞成怒了？姓魏的，等证据公之于众的时候，我也要让你尝一尝万人唾弃的滋味。不，你们不能这样做！你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一定要尽快删了聊天记录。这位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聊天记录我已经删了，你们要的证据没有。你们吵什么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哟，还装呢？还以为我没看到呢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又吃错药了？我的歌呢？写完了吗？我给你写什么歌？你这次回来不就是给我认错，然后继续写歌的吗？苏菲，你们两个偷拍污蔑我和徐静云，你居然还以为我回来跟你认错呢？你未免太可笑了吧？苏菲，你知不知道你的陷害差点害死我和秦风？无论如何，秦风是你的老公，不管怎样你都不该这样害他。你不觉得你真的很过分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什么都没做过呀，明明是你们两个不清不楚被狗仔拍到了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还不承认是吧？铁证如山，你竟然还在为自己开脱！不怕告诉你，我和秦风这次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收集证据。在你进门之前，我们的证据已经收集完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菲菲，明明是他们想来窃取我们公司的机密文件，被我撞见了。他们恼羞成怒，说我们是幽会门的始作俑者。不信你看，这都被他们翻成什么样子了。天道黑白，魏浩然，你是真不要脸！秦风，你给我个解释。我给你解释什么呀？你和徐静云的幽会门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我选择相信你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呢，一而再再而三在我面前提起，还把脏水泼到我身上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难道不应该给我解释吗？好，你和魏浩然伙同王少杰偷拍污蔑我和徐静云，导致我们俩陷入偷拍门风波。今天来我就是来查证据的，这个解释够吗？苏菲，菲菲，秦风污蔑我和王少杰联合陷害他，可我真是清白的，偷拍的事情真的跟我没有关系。菲菲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聊天记录全部清空，我看你秦风今天能奈我何？秦风，你简直太不可理喻了！明明做了亏心事的是你，你还倒打一耙污蔑浩然，你快跟他道歉！这个时候你还笑得出来？秦风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里可是菲菲公司，菲菲她不会原……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不要太高兴了。你别以为把好友删了，把聊天记录删，你就能高枕无忧了哈！来，睁大你的狗眼自己看。糟糕，难道秦风备份了证据？秦风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都说过了，我和浩然什么都没做过。什么都没做，那为什么魏浩然不敢说话了？这难道不是心虚的表现吗？徐静云，你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是，你是天后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？落难的凤凰不如鸡。我的家事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我现在终于明白秦风为什么不愿意回到你身边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你根本就不配得到爱。秦风这么好的男人在你身边，你却时时刻刻都在打压他、质疑他，而这个阴险小人，你却把他捧在手心里。如果秦风是我的男人，我一定会把他捧在手心里。你这个不识好歹的女人，你根本就不配得到秦风的爱。行了，景云，不要再跟她浪费口舌了。这个女人就是一个蠢女人，直到现在还被蒙在魏浩然的鼓里。秦风，你竟然敢羞辱我！来，你自己看。菲菲，
你听我解释，魏浩然，我有没有警告过你，离王少杰远点？可你呢，不但不听我的话，还跟他狼狈为奸是吗？菲菲，这事不能全怪我，都怪王少杰，是他威胁我的。对，我是被王少杰威胁的。你除了会甩锅、会装无辜，你还会什么？秦风，你难道就一点错也没有吗？要不是你得罪王少杰，王少杰又怎么会盯上菲菲？我又怎么会被王少杰威胁？这一切都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了。现在又把锅甩在我这里了，你这副嘴脸真让我恶心。静云，既然证据我们已经拿到了，没必要跟他们浪费口舌了，我们走。秦风，菲菲，我也不想和王少杰狼狈为奸的，可是他拿整个公司威胁我，我才委曲求全这样干的。我也是为了你，为了公司好。菲菲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滚出去！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下不去。秦风，这件事不算完。如果秦风还在我身边，他一定不会给我惹这么多麻烦。根据最近记者报道，发现最近我都没想到啊，事情进展能这么顺利。能这么顺利，还是你的计谋好。云姐，视频证据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发到了各大平台，而且流量非常高，这才过了5分钟，视频播放量就已经破了100万。很好，你先下去吧。秦风，提前恭喜你洗清了冤屈。谢谢云姐，这次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谢什么？帮你就是在帮我自己啊！再说了，你不也是我的绯闻男友吗？我能不澄清，好像就做他女友也挺好的。云姐，你说什么？你声太小了，我没听见。没什么。对了，我只比你大2岁，不然以后就叫我的名字吧。哦，好的，云姐。你还叫？错了，那我以后叫你静云还不行吗？不行，我生气了，我现在就要打你，发泄一下。根据近期记者的线索，发现其实事件的真相并不是真的。静云，你一大早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什么事儿？看新闻了没有？经过我不懈的努力，咱们俩的形象危机终于解除了。现在全网都是骂王少杰、魏浩然的声音。看了，这一切要多亏你的公关团队。静云，你不要说话，我现在好开心，让我抱一会儿好吗？根据近期记者的线索，发现最近的秦风和徐静云的幽会门事件其实另有隐情。跟其他投资人的会议安排在几点？9点。黄总。可是。那个投资的事儿，您看。谢小姐，投开门事件揭露之后，你已经沦为劣迹艺人了。我已经没兴趣再投资了。你呀，好自为之。菲菲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给我滚出去！魏浩然，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混蛋，不是愣着干什么呢？快点去公关呀！下架掉所有不利于我的视频。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，那些视频绝对不能再流传下去了。恐怕不行。说什么？不行？为什么不行啊？那些视频背后的公关团队是天后徐静云的，我们已经交涉过了。徐静云团队态度决绝，不同意下架视频，还扬言无论我们出多少钱都不可能。徐静云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助秦风有问题，看来我要回到秦风，还是要先惩罚你啊！
行，去啊，给我动用所有资源，给我查徐静云的最近所有动向，我都要知道。快去。是。徐静云，这可是你逼我的。看来王少杰这次是真的急了，竟然要和我交涉，甚至不惜花大价钱让我下架那些视频证据。不过都是他自己自食恶果，虽然这次不足以毁了他的前程，但是也足以让他元气大伤。不过马上就要到华语天王评选大赛了，到那时你的支持率一定在他之上。说实话，我根本没有把他放在我眼里。可不能轻敌，我们徐静云，你怎么回事？刚刚我得到消息说你拒绝了3天后的通告演出，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通告的演出服太暴露，剧本太低俗，这个理由可以吗？你知道因为你的任性让我亏了多少钱吗？这样低俗没下限的剧本我已经受够了，如果你下次再给我接这样的剧本，我还是一样会拒绝。哦，你这么拒绝你的合伙人江点，我怕他生气啊。我虽然是江点一手捧起来的，但是这些年我也被他强迫做了太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，接了太多不想接的通告，他一直把我当成利用工具。这些年我是真的很心累。理解。以后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尽管说，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我都不会拒绝。你说真的？你真有忙要我帮啊？怎么，你后悔了？晚了，我已经当真了。行吧，什么忙你说？我最新的专辑已经快要制作完成了，所以我想提前和你预约下一期的专辑，让你做我的制作人。这首歌上一次为苏菲赢下了无数荣誉，最后还被收进全球100大金曲榜单了，挺好。就用这首歌作为静云新专辑的主打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喂，爸爸，怎么了？说。爸爸，妈妈公司最近遇到了麻烦，你能给妈妈出新的专辑吗？这个电话是苏菲授意打来的。爸爸，你又跟妈妈和魏叔写一张专辑吧。你告诉你妈，我在给徐阿姨做专辑，没空。妈妈，爸爸电话挂了。这个秦风也太过分了吧！菲菲，你先消消气，这种事情也不是能强求的。不是，这个秦风他宁可给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写歌，他都不给我写。他跟这个徐静云，他们两个肯定有事儿了。赵总，是我管教不力，我给您道歉。您放心，您的损失都由我来承担。好，好你个徐静云，我看你是翅膀硬了。江总这是怎么了？发这么大的脾气？还不是那个徐静云，连着一口气拒绝我好几个通告，害得我亏钱丢脸。徐静云啊，江总，你一手把他捧到天王宝座后，他现在有了知名度，却想一脚把你踢开呀！你说什么？江总，你还不知道呢？这个徐静云在秦风的怂恿下要自立门户，准备将你随时踢开做新专辑。江总，你说你一手把他扶起，他现在却如此对你，我真替你感到不值。这个消息你是从哪儿听的？秦风的老婆苏菲啊，在找秦风做专辑时，秦风亲口说的。好你个秦风徐静云！老子一手把你们捧起来，你们还想试主啊？看来有些人是该好好敲打敲打。那个江总，实不相瞒啊，我最近呢也想出一张新专辑，不知您这位金牌制作人有没有空？
秦风，我的专辑已经录制到一半了，今天叫你过来，就是为了让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好说。谢谢你啊，秦风，有了你的参谋，我这张专辑一定能销量大增。走吧，我带你去看看我的主歌。好。艾雪，录音棚有人的话，要不我们下次？这是我们公司的录音棚，而且我提前2天就已经预约好了。难道是这个艾雪故意和我挑衅？艾雪是那个跟你争天后输掉的那个？他是我的死对头。小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已经提前2天预约这个录音棚了吗？为什么他会在这里？给我一个解释。云姐，这件事我们也很无奈啊。艾雪姐非要今天录歌，她非要，你就给，我们也没办法阻止呀。艾雪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今天我要用录音棚吗？我知道呀。你知道你还霸占？你别忘了，我和你都在江点的旗下，你这样做，你就不怕他知道找你麻烦吗？少拿江总压我，哈哈！你笑什么？看来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呢。什么意思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今天之所以能抢到这个录音棚，就是江点授意允许。江点不可能同意你这样做。江总还说了，你最近录制的专辑以后给别人录制了，你被江总抛弃了。你胡说，这不可能！我听说这张专辑你跟别人签了11对赌协议，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做出专辑，并且卖出一定销量，你就要赔个倾家荡产。俊，你没事吧？秦风，你这么有才华，以后不如跟我合作吧。徐庆云已经是个弃子了，你跟他合作不仅浪费时间，还有可能因此得罪江点，百害而无一利啊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可是江点接下来重点要打造的对象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是静云陪着我度过的，我不会抛弃他。你就不怕得罪江点？那我也实话告诉你，江点已经是过去式了。秦风，谢谢你。小意思，不过江点能这么对你，我想应该跟你拒绝的通告有关。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？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，我都要去找他问清楚。好，我陪你一起去。谢谢你陪着我，秦风。江总，我们合作的消息一出啊，这公司的股票就涨疯了。这专辑还没做出来，我们已经在股市上挣了2000多万了。这都在我的意料之中。我江点在乐坛的号召力，那可不是吹出来的。对，我们2个强联合，一定能够让专辑大卖，一定狠狠赚他一笔。徐静云那个女人，以为自己有了一点小名气，就敢跟我对这个。在乐坛，我江点能把她捧起来，就能把她碾碎。对，还有那个秦风，如果不是您看中，花大钱包装打造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吗？都是一群白眼狼。江点，王少杰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王少杰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为什么在这儿？我当然是跟江总合作呢。2天前呢，我们已经达成合作。你目前录制的那个新专辑啊，江总呢也决定由我来录制了。原来抢了我新专辑的人是你，江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明明知道王少杰的品行卑劣，为什么选择抛弃我跟他合作？我呢是个生意人，王少杰他比你听话，在他身上我能获得更多的利益。他身上所具备的优点都不是你能比拟的，所以你就为了利益不顾一点情分，选择抛弃了我是吗？你也别怪我心狠，这要怪呀，只能怪你自己太任性，不听话。这不听话就要付出代价。
你不能这样对我。这些年我为你赚了多少钱，就因为我现在拒绝了几个通告，你就要这样抛弃我？而且你不是不知道这张新专辑对我有多重要。啊，对，我差点忘了，你这张新专辑跟蓝海公司签订了对赌协议，如果不能如期发布，卖不到1000万份的话，就要面临10个亿的赔偿。那你就等着赔个倾家荡产吧。那你就等着赔个倾家荡产吧。别高兴太早了，没事，还有我。还有你啊！不是我说，你这刚出道一个小角色，你竟然还想英雄救美啊？站出来跟江总唱反调，我看你是不想在乐坛混下去了吧？秦风，没事，我刚出道就压得你抬不起头，短短数月抢走了你90%的通告和代言，你问我算什么东西？那你又算什么东西？你怎么无话可说？我不想跟你聊这些啊。秦风，你既然这么自荐，那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能在江总的打压下替徐静云化解危机啊？我会替静云贴身打造新专辑，让她赢下对赌协议，而且她也可以凭借我的专辑再次红透半边。秦风，对于专辑的打造，你就是门外汉一个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打造出一张好专辑难度有多大。对你而言当然很难了，但是对我来说易如反掌。我不跟你扯那么多，反正我现在很看好王少杰，他身上具备下一任天王的实力。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已经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他身上。哦 ，so， 你不是很喜欢说大话吗？那你敢不敢比一比？我给王少杰打造专辑，你给徐静云打造，看看咱们谁的更卖座。你敢接受挑战吗？秦风，要不然算了吧。我接受你的挑战。好，那既然是挑战的话，那失败的人一定要有惩罚。输的人当着所有媒体的面下跪道歉，承认自己就是个废物。OK， 我就说了啊，这个秦风啊，他就是一个混蛋，嚣张死了。好你个秦风，初出茅庐就敢跟我对着干，老子一定让你跪在地上给我道歉。对，一定不能饶了他。江总，走，走。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，如何瞬间冻结时间？记着望着我坚定的双眼，也许已经没有明天。缘分让我们相遇，很是意外，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。秦风，你为我打造的这张专辑实在太完美了，谢谢你。这张专辑的质量我也挺满意的，明天就要上线了，销量打底起步3000万，这样不仅能解除对赌协议的危机，还能狠狠打王少杰和江点的脸。谢谢你，秦风。王少杰、江点新专辑遭遇滑铁卢，同天上线专辑的徐静云天后，专辑卖了8000万份，王少杰只有可怜的20万份。秦风凭借这一部专辑，成功晋升为金牌制作人。江总，这张专辑呢，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败啊，但是我保证，我下次一定够了！你他妈知道老子在你身上亏了多少钱吗？要不是听信了你的鬼话，我抛弃了徐景云，老子早就跟着大赚特赚了。可是我也亏了呀。再说了，这张专辑是你帮我打造的，难道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？你给我闭嘴！自己废物还敢怪老子？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任何帮助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哎，江总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秦风，
风云集团正式成立。秦风、静云，恭喜你们的新公司成立。这不是江点吗？他不是和徐静云、秦风闹掰了，还来干什么？能干什么？在王少杰那里亏了钱，现在来这里肯定是来道歉求加入的。你来干什么？愿赌服输，我是来给你们下跪道歉的。没想到江点竟然这么有种。为了钱，这货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你怎么下跪了？我们之前只是玩笑话，你赶快起来吧。静云，我当初都是被王少杰给蒙骗了，所以才放弃你的。我现在知道错了，大家有钱一起赚。我想加入你们的公司，我愿意多投资1倍。要是你们不同意，我就不起来。秦风现在自己是金牌制作人，你问他吧。秦风，我都这么低三下四了，你不会一点面子都不给吧？想入股也可以，但是我们股票大涨，得加钱。公司破产了，要不是你和王少杰暗中勾结惹怒了秦风，我怎么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啊？现在秦风成了金牌制作人，要不是魏浩然，秦风给徐静云打造的那爆火专辑就应该是我的。菲菲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菲菲，华语天王颁奖典礼即将开始了，我听说王少杰也在候选名单里，公司要是再不想办法，就真的没救了。秦风又铁了心的不愿帮忙，我们只能找王少杰了。你还想找王少杰帮忙？我们没得选。天王奖典礼现场大咖云集，我就不信，以我的实力，还拉不来新的投资人。恭喜我们专辑大卖，预祝我们越来越顺利。好。虽然最近我们喜事连连，不过还是要小心为上。你又在担心什么？明天的华语天王颁奖典礼啊，这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对于那天王宝座，我志在必得。怎么了，静云？你怀疑我的能力？我当然不是怀疑你的能力了，你可是我的偶像，我比任何人都相信你，好吗？只不过王少杰，我很担心他明天会做出什么对你不利的事情。你可不能大意。王少杰虽然最近专辑质量不佳，而且人气也下滑，但是还是不能低估的。而且经过上次的事情，他应该只会更恨你。你还是要小心一点，知道了吗？我已经找人搜集了他全部的犯罪证据，并在几天前移交给了警方。他现在已经是一只秋后的蚂蚁。别喝了。你说他秦风到底为什么这么对我啊？难道就因为他怀疑我跟浩然吗？我看他都是找的借口，他就是变心。你和魏浩然是应该保持一些距离的。我也觉得我做错了。上学时，魏浩然就爱慕虚荣，当初你们都要谈婚论嫁了，他却抛弃你，娶了一个富婆，最后富婆生意破产。你爆红出道后，他就又回来找你和好，你自己想想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不是这样的，浩然回来，他就是想单纯的帮我，你也误会他了。我误不误会他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在你最难最难的时候，是秦风陪你走过来的。菲菲，你千万要擦亮眼睛，不要错过那个真心爱你的人啊！大家都进去了，凭什么不让我进？大家都有邀请函，你没有，所以你不能进。什么邀请函？我看你是故意找茬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你都敢来？这位可是新锐歌手等下一个天亮的原创作者苏菲小姐。苏菲？没听说过。咖位不够，赶紧滚蛋，别影响后面的人进入。放他们进去！放他们进去！
这2位是我带来的，放他们进去。咱们也快进去吧。王总，唐总，李日坐。我是新晋歌手苏菲，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们。你们可能对我们苏总不太熟悉，这样我说2首歌，你们一定听过，《爱情36季》和《等下一个天亮》，都是我们苏总的原创歌曲。没听说过呀，你们有事儿吗？没听说过，没关系啊，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了解。我们公司呢，现在正在扩招，不知道3位有没有兴趣加入啊？你们放心，我呢还是很有实力的，只要你们3位肯投资，我保证日后的收益一定会非常丰厚的。我呢，原来是来拉投资的呀！今天华语天王颁奖现场来的可都不是无名之辈，怎么会有你们这种低3下4的人跑进来拉投资呢？你们俩不会是混进来的吧？别再打扰我们了，赶紧走，再不走我们叫保安了。你们怎么能这么说？你们……哎，我们走。你老婆在拉投资，看来她的公司是遇到麻烦了吧？这是他的报应。华语天王颁奖典礼现在开始，有请秦风、王少杰登台。怎么回事？2个候选人怎么同时登场了？难道这一期要出双天王吗？开玩笑吧，什么时候出现过双天王同时诞生的先例啊？秦风，你登不上天王宝座的。今天的颁奖典礼将会是你人生的至暗时刻。秦风，你真的要变成我高不可攀的存在了吗？秦风，我相信你一定行的。感谢大家在百忙中来参加本届华语颁奖盛典。想必大家都对我让秦风和王少杰同时登台感到疑惑吧？别卖关子了，这期不会真的要诞生双天王吧？当然不会了，但是下一任天王的确会在他2人之间诞生。好期待呀！也不知道他们俩谁能笑到最后。我感觉王少杰赢面更大，毕竟人家成名已久。我倒是觉得秦风无论是从创作方面还是嗓音条件都更胜一筹。接下来你们2位中将会有1位人给另外1位人颁奖。你们认为彼此间谁会成为那个给别人颁奖的人呢？我成名已久，有过太多爆款歌曲，以我的实力呢，再加上今天我带来的这张王牌，根本就没有半点理由会输。我成名已久，有过太多爆款歌曲，以我的实力呢，再加上今天我带来的这张王牌，根本就没有半点理由会输。看来小天王确实对自己很有信心，对你的对手如此自信一事，秦风你是怎么看的呢？自信固然是好事，但你的自信最终会把你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秦风，你危险吗？台下可是有这么多观众都听着呢。你这样公然对我人身攻击，就不怕影响天王奖的裁决和判断？早就听说秦风和王少杰不和，没想到这么不和，在台上都能撕起来。前段时间那个偷拍优惠门事件，就是王少杰搞的秦风。秦风现在完全不想搭理他，也是很正常、合情合理的。秦风，你可千万不能露出破绽，被王少杰借题发挥啊！王老师，我没有对你进行人身攻击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啊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现在等大家安静下来，我要宣布本届华语天王奖的获得者了。本届天王奖的获得者是秦风，让我们把最热的掌声送给天王巨星秦风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秦风，你别想这么轻易获胜。王少杰先生，请为秦风先生颁奖吧。秦风，他根本就不配得这个奖。秦风，他根本就不配得这个奖。
王少杰，你该不会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？就是，秦父已经定为下一任天王了。王少杰，我看你就是输不起吧？输不起！别在上面丢人现眼了，识相点，赶紧滚！我有证据证明他不配。正戏要开始。秦风，你身为公众人物，明明有家室，却和徐天后出双入对，生活紊乱，被狗仔拍到后呢，还诬陷我在背后指使啊！大家来说一下，就这样的人，他有什么资格获得这个殊荣呢？原来秦风真的是这样的人啊！我才不信呢！这个王少杰口说无凭，这种没有证据的事儿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苏菲，秦风可是你老公，这个时候你不打算为他说两句吗？可王少杰说的不是事实吗？你口说无凭，这样单方面的话，恐怕不能用来当做证据吧？证据？秦风，我跟苏菲真是清白的，你真的不应该做出这种事情，算我求你了，你不要再和徐静云不清不楚了。苏菲和孩子们都需要你。回归家庭，苏菲和孩子们都需要你。这突然冒出来的人是谁啊？你不知道呀？这个是秦风老婆的制作人魏浩然呀。王少杰刚刚说的都是真的。六儿，你疯了？怎么能在这种场合上胡说八道呢？菲菲，我没有胡说，你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。秦风和徐静云已经形影不离了，如果再不挽回，你就没有机会了。我也是替你着想。由我当众证明，秦风的人设就彻底烂了，还想拔天王奖，下辈子我用你自作主张。菲菲，够了！苏贝，你别怕啊，我王少杰今天一定为你讨回公道。秦风，你真是个负心汉，抛弃妻子啊，暗中陷害自己的妻子，公司破产。要不是我来帮忙，苏菲今天甚至都来不到这个搬离现场。秦风，你心怎么能这么狠呢？啊！这个秦风竟然真这么无情，这也太可恶了吧！秦风，亏我这么喜欢你，没想到你竟然真是这样的人，你太让我们失望了。秦风，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？如果事实真如王少杰所说的话，那么天王奖项恐怕就要暂停授予了。千算万算，没算到王少杰竟然还有这一招。看来今天秦风的天王奖是要泡汤了。这次终于要把秦风压死。王少杰，你费尽心思，以为这样就能彻底击垮我？秦风，我并不是针对你，而你身为公众人物，就有权接受大家的监督，不是吗？哦，这样说你还真是正义凛然呐。秦风，为我堕过胎的那个女人呢，我已经把她打发走了，你现在没有什么能威胁到我了。我劝你啊，赶快把这个天王宝座让给我吧。啊？哦，你这么自信啊？秦风，你就别再耽误时间了，这台下的所有人都等着你的辩解呢。哎，要我说，你要是没有办法自证清白的话，那我劝你啊，你还是自己把这个天王宝座让出来，怎么样啊？好，既然大家对我的家世这么关心，那我就证明一下自己的清白。他真的能证明？秦风，你一定又在故弄玄虚，对不对？你这是什么？证据啊，还能是什么？大家请看，我手中的这份离婚协议书就是证据。我和苏菲早就已经离婚了，所以王少杰刚刚对我的污蔑，从根本来讲就是不成立的。离婚了？既然离婚了，那秦风就是自由人啊。对啊，照这么说，苏菲已经是秦风的前妻，那他就没有权利干涉秦风的私生活呀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是真的。苏菲，你快说话呀！你快说这个协议是假的，你们没有离婚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，造不了假。秦风，你输了，来收你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大家看到了啊，秦风在威胁我啊！他这样品行不端的人，怎么可能获得天王奖呢？王少杰，你涉嫌组织犯罪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可能啊！这搞错了吧？不可能！哎，你们都错了！哎，冤枉啊！冤枉！哎，王少杰竟然是罪犯，我就早说这个王少杰不是什么好人，诬陷秦风，结果自己落入法网，真是活该。我已经找人搜集了他全部的犯罪证据，并在几天前移交给了警方。刚刚出现一些小插曲，既然真相大白，证明秦风是清白的，绝不允许秦风登上天王宝座。
菲菲，你真的甘心秦风这么好的男人离你而去吗？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如果你还想挽回秦风的话，你就只能造谣抹黑他。魏皇然，你疯了！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卑鄙！菲菲，你先别激动，你想想看，秦风登上天王宝座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他登上天王宝座的第一件事，一定是光明正大的和徐青云在一起。到那时候，你可就什么也没有。你真的甘心吗？魏皇然，真没想到你竟然这样卑劣！哪怕秦风以后和徐静云在一起了，我也绝对不会纠缠，更不会做出这么卑鄙的事。秦风，恭喜你获得华语天王终身成就奖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你，感谢。感谢所有观众的支持，感谢。菲菲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公司破产了。我刚刚接到助理的电话，说账户被冻结了。什么？谢谢大家支持我，谢谢大家支持我的新歌，谢谢。现在能救我们的也只有秦风了，可他现在恨我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帮我呢？我们要不再试试吧？毕竟你们夫妻一场，说不定还有机会。如果当初我直接赶你走，说不定他还会帮我，但现在绝对不可能了。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，都怪秦风太敏感了。再等我。秦风，恭喜你啊，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登上了天王宝座。多谢。看来两个不爱的人再见面，真的会变得陌生。等我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说你现在已经是华语乐坛天王了，以后我要是想见你的话，是不是我也得预约排队啊？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。有事儿。秦风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回家？为什么家？那早都不是我的家了。我们俩已经离婚了，更准确来讲，我是跟你半毛钱关系都已经没有。秦风，你不会这么绝情的，对不对？秦风，关于你对我的误会，我跟你道歉。但是你不能因为我对菲菲这么无情。你知道菲菲现在有多困难？黄总撤资，公司面临倒闭，菲菲现在真的很需要你啊！原来你找我是因为这个啊！秦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我在利用你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你，秦风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们这不要然，废什么话呀？哎，我记得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要是真的很厉害，那公司怎么快倒闭的呀？对了，作为你的前夫，临走的时候，我再送你最后一句忠告：好好查查你公司的财务流水，别到时候公司倒闭了，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静云，我们走。临走的时候，我再送你最后一句忠告：好好查查你公司的财务流水，别到时候公司倒闭了，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菲菲姐，这些年公司财务流水都在这里了。这200万的缺口怎么回事？我的签字呢？当时魏制作说你在忙，没有我的签字，你们就敢随意挪用公款是吗？菲菲姐，你自己说过，魏制作公司可以全权代表你，而且你还特意强调过，魏制作在公司不管做什么都不用经过你的允许。这个魏浩然，趁我不在，竟然挪了公司这么多钱，
他人呢？让他滚过来！制作他不在。哇！宋总。 菲菲慌慌张张去公司，肯定是听了秦风的话去查账了。要是被他查出来我贪污了2000万，我肯定吃不了兜着走。反正公司倒闭了，菲菲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，倒不如在他回来之前找到最后价值。 姐姐，我都饿了。妈什么时候回来给我们做饭？应该快回来了吧？魏叔叔，你怎么拿着妈妈的首饰啊？对啊，妈人呢？你妈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滚开！别叨叨！魏叔叔偷妈妈东西！魏叔怼我！魏叔是坏人！行，你再骂一句！ 赵然，你干什么呢？我没干什么。没事吧？魏浩然，带孩子干什么？我没带孩子，是他们自己摔倒的，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有妈妈在，我才不怕你。就是你刚刚推了我和弟弟，你还骂我和弟弟是整了呢。魏叔是坏人，妈不在的时候，魏叔一直欺负我和姐姐，还不让我们告诉妈妈。 魏浩然，刚刚孩子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苏菲，小孩子话你怎么能信呢？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你应该相信我呀。妈妈，他说谎，就在刚刚他偷了你的首饰，现在首饰还藏在他的背后呢。瑶瑶，魏叔叔平常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能跟妈妈说假话呢？妈妈，你快看，我没有说谎，就是他偷了你的首饰，现在人赃并获了。 现在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你拿着行李，还偷我首饰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去哪儿啊？你想跑是吧？现在我的公司破产了，你觉得我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就想把我一脚踢开是吧？苏菲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。别解释，魏浩然，我不是瞎子。你拿走我公司2000万，还拿了我的首饰，现在东窗事发就想跑路是吧？ 秦风说的果然一点错都没有，你就是个没有感情的东西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魏浩然，我对你不好，你为什么要挪用公款啊？你知不知道我要是有那2000万，公司就不会破产了？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你竟然这么欺负妈妈，我和弟弟真是看错你了。你是个坏人，是个大坏蛋，骗我妈妈的钱。就你还配给我爸爸？你根本不配，我爸才不会偷妈首饰惹妈生气。 我比秦风差，秦风他就是个废物，他不过就是运气好才成功了罢了。至于你们两个，一个说我比他差。魏浩然，你骂孩子干什么？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给他们道歉。我骂两，怎么了？我还骂你呢！你这个，我接近你不过就是为了你的钱和工资。你，秦风一次次坏我好事，处处羞辱打压我。 我跟王少杰3番5次都扳不倒他，他真该死啊！你该不会以为我赶走秦风接近你，是真的喜欢你吧？你混蛋！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敢打我？老子今天就给你点教训看看！打啊！怎么不打了？ 我本来还想给你一次机会的，现在一看，真是多余了。魏浩然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，你涉嫌职务犯罪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菲菲，菲菲，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菲菲，我不想坐牢啊，菲菲。妈妈，我想爸爸了，爸爸什么时候回家？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。对，还有孩子。 我就不信秦风连孩子都不要。秦风，魏浩然
已经被我送进监狱了，我也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好不好？就算你心里再恨我，那你也考虑一下他们的感受吧，好不好？爸爸，你就跟我们回家吧。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来的？赶紧给我出去！你也臭哑巴，你也配？他不过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哑巴。爸爸，我们知道错了。破镜无法重圆的，好好跟着妈妈。